3年前，落魄发小找我安排工作，我特意开了家物流公司，让他做队长，年薪100万起。可3年后的今天，他嫌我给的不够多，要联合司机把我赶出我自己的公司。才发5万块，大发叫花子呢。家人们看到没？我老公上个月累死累活的，他发小就只给了5万块奖金。我手底下管着30多号人，一年到头给他林凡守着这摊子生意，就值这5万。肯定不止啊，老公，你这发小就是抠门儿。江哥，群里传的，咱跑的那些海鲜单子，一年净赚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单趟净利28万，年衔接余2300万，一年净赚2300万，2000多万。兄弟们都听到了吧？你们跑长途10几个小时不敢合眼，凭什么他林凡住别墅开豪车，我们累死累活才拿这点，老子受够了！他林凡算个屁，这车队没有我江涛早就散了，这公司就该是我的。他坐在办公室打电话，抽走2000万，凭什么？对呀，凭什么？活是我们拼的，钱全让他吞了。家人们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黑心老板的嘴脸。我老公才是车队的顶梁柱，没有他，林凡算什么东西？就是快点钱！一个月200多万利润，才给我分5万工资。老公，他林凡根本没拿你当兄弟，亏你还尽心尽力帮他管公司和车队。这上面每一分钱都是咱们拿命跑出来的。我提议全体停运，让林凡交出订单的直接对接权，再交出车队干股。没错，跟群里的司机们也说下。赞同的举手。家人们看到没？全票通过，这就是民意。我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老周，你再说一遍。江涛，没有林总当年拿钱出来建这个车队，你我今天还蹲路边怕火。3年，他养活了在座每一个人和大家背后的家庭。你现在要干什么？鸠占鹊巢。我的车是林总资助买的，我陈小军的饭碗是林总给的，我绝对不会忘恩负义。老周，陈小军，你们要替林凡当一辈子打工仔吗？我只拿我自己应得的。哟，两位大哥可真忠心啊，一个月就几万块，几两股就卖了。苏雅婷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老公，你听听，他凶我。老周，我最后问一遍，你们站哪边？我站道理这边。我永远信任林总。好，既然你们死心塌地当廉价劳动力，那就给我滚！江涛，你会后悔的。把这2个人踢出司机群。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替林凡说话的下场。林凡，24小时内给我补发10倍奖金，交出50%车队股份，否则明天那批冷链订单全部停运。违约金你自己兜着。没有我们这帮兄弟，你林凡这破公司屁都不是。弟兄们，林凡这会儿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哈哈哈哈哈！江哥，等你拿到股份成为老板，可别忘了兄弟们。那是自然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家人们看到没？我老公一出手，那个抠门老板当场就要慌了。老公，你马上就是有股份的老板了，人家要买最新款包包。没问题，小宝贝儿。弟兄们，那批海鲜大单一年净利多少都看过了吧？够每个人换辆新车，老婆孩子住大房子。以前呢，替那个2道贩子卖命，连汤都喝不上。某些人就靠打电话抽大头，凭什么呀？我老公风里雨里拼命，才是这车队真正的主心骨。此时的众人已经在想着换什么样的车和房子了。老林，咋了？井底的蛤蟆集体罢工，拿违约金吓唬我。得，你那好发好，这回彻底红眼了。当初你要开这公司，给他一个体面工作，我就感觉不靠谱。你手上有空余运力吗？随时能调。即刻起，物流公司名下所有顶层冷链订单全部切断，转你霍氏名下，解除司机们的劳务协议，按规定发补偿。你想好了？这通知发下去，旧情一根线都不剩。想好了，金额已经核对清楚，从此互不牵连。你这等于把那组人员的后续安排全打乱了。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帮扶3年够了，该让他们见识一下真实的世界。什么？透账10几万？林凡怂了，他真怂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区区林凡拿捏，我就说他赔不起那笔违约金，没想到骨头比豆腐还软。这多少个零？都过来看，林凡认怂了，
我的天，涛哥真把他拿捏了啊！往后啊，嫂子数钱都得数到手抽筋。家人们，我老公带兄弟们维权成功了，黑心老板乖乖掏钱打过来了，这就是能力。涛哥威武！都安静，这笔钱只是前期投入。队长，啥意思啊？林凡连违约金都赔不起，说明他离了咱们屁都不是。这个废物能拿到周总的单子，靠的是谁？靠的是在座各位没日没夜跑出来的命。现在他怂了，单子还在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一个无能老板骑在头上吸血？我江涛亲自带你们去海鲜集团找周总，签年度大单，所有利润兄弟们自己拿大头。他们还不知道，林凡公司注销手续已经快办好了。明早7点，全员换崭新制服，到停车场集合，去签周总的超级大单。收到，收到。第二天清晨6点，家人们看好了，今天就是见证历史的日子，我老公带队正式接管公司。嘿嘿嘿，江队，咱今天可是当家做主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公司姓江。看到没？这牌面，我老公一句话，20几个兄弟全到齐，弹幕刷起来，宝子们！车呢？什么情况？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都愣着干什么？去找人！给我找！别砸了，砸坏物业找你算钱。这公司的人呢？东西呢？哪家？那个冷链物流，昨晚就注销了。你说什么？工商注销，资产清空。昨晚连夜搬的，跟我们物业结清了全部费用，手续齐全。你们赶紧撤吧，这楼下午有新租户来看场地。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。您拨叫的号码已停机。那笔钱，该不会根本不是妥协金吧？林凡跑了正好，我们直接去找周总签单，订单是我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，周总认的是我们。兄弟们，都给我精神着！周总跟我喝过酒，称兄道弟，那批大单非我们莫属。队长威武，今天直接拿下！家人们，今天跟着我老公去签1000万大单，什么叫真正的实力派？关注走一波！林凡跑了正好，省得碍眼。有这条线上的钱，1分都不用分给外人。姑娘，通知周总，冷链车队江队长来谈合作。先生，请问有预约吗？周总今日不见无预约访客。我跟周总什么关系？还用预约？你查系统，冷电车队3年老供应商。抱歉，系统里没有这个供应商记录。再查，冷链车队江涛。确实没有，先生，要不留个联系？老子亲自上去。周哥，是我呀，江涛。上次咱喝酒，您还拍我肩膀说：“霍总，这位是……”周哥，冷链车队跑您海鲜订单3年的江涛，咱俩喝过5次酒。抱歉，没什么印象。周总，年度冷链合作，咱们霍氏物流已经签了，明天就开始接管全线。你说什么？签了，全年独家。这是我们跑了3年的单，3年，凭什么给你？你们抢我的单，周哥，你不能这样！车队？哪个车队？我只认合同上的甲方。请几位出去吧。直播间全在骂，掉了1万多粉。队长，那笔遣散费是不是真的把我们打发了？队长，车呢？我的车呢？谁干的？谁把车偷走了？报警！队长，这上面贴了通知书，写着产权方依法取回车辆。
产权方林凡，这些车一直都在他名下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车没了，我们可以租；订单没了，我们可以接散单。车队这块牌子还在，我江涛还在，跟着我跑了3年的人脉关系，那是白跑的啊。对，我老公人脉广着呢，随便打几个电话，单子就来了。张总，我江涛啊，之前咱合作那批冷鲜件，最近有没有新单子？李哥，我这边车队还在运转，你那边要是有散单。老公怎么都不接？王哥，我江涛之前帮你跑过那批生鲜。老江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你们车队的接单系统、运输资质全挂在原来那家公司名下，公司注销了，你们就是黑户，谁敢用你们？出了事儿算谁的？别怪我不讲情面，换你也不敢赌。队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提干离完咱们照样干？大佬，车也没了，单也没了，资质也没了，你让我们喝西北风？你当初是不是判断失误了啊？判断失误是林凡那个阴险小人提前布的局，他早就想踢开我们。车放在他名下，资质放在他公司，系统全是他的人，他从头到尾就没把我们当兄弟，他就等着这一天。就是，林凡就是个阴险老板，表面装大方，背后全是算计。你们账上那笔遣散费还在吧？够还半年房贷的。要不咱见好就收，总比最后连这笔钱都搭进去强。老公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去找老周和陈小军。你不是把他们赶走了吗？所以我去道歉。老周在这行干了20年，手里有人脉有资源，把他拉回来，车队还有救。老周跟我干了这么多年，重感情，好说话。你当初把人踢出去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说的。闭嘴，进去给我嘴甜着点。周哥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兄弟们脑子一热说了混账话，我专门来赔不是。周哥，过去的就过去了嘛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周哥，实话跟你说，你人脉广，客户信你，回来吧，咱重新拉队伍，凭你的本事，肯定能把订单拉回来。你们当初把我和小军踢出群的时候，可没说是误会。哎，那不是被人起哄吗？我心里一直念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和周哥已经加入霍氏物流新组建的车队了。是林凡安排的。林总在你发通牒之前，就把后路全铺好。你们是叛徒！我江涛带你们3年风里来雨里去，你们转头就去舔别人的血。是谁先背叛了出资养我们3年的人？江涛，林总给过你机会，给过车队机会，是你自己把路堵死的。请回吧。林凡，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我有的是办法搞臭你。老公，我们开直播曝光他。家人们，今天婷姐豁出去了。说完这件事儿，这个号可能就没了。我老公10年冷院老司机，零下20度的冻库进进出出，高速上跑到眼睛充血。结果呢？钱老板一句话，说踢就踢，连声谢谢都没有。兄弟们跟我拼了3年命，拿命换的订单全被他一个人吞了。这就是资本家的嘴脸，吸干你的血，转头不认人。家人们，你们不知道这个老板有多离谱，克扣工资，说好的数到手永远少1节，年终奖3年了1分没见过。不光克扣，兄弟们跑完长途回来，结算的钱压2、3个月不给，催一句他就说资金周转困难。家人们，求求你们帮忙转发，让所有打工人看看这种人的真面目。一场精心排练的苦情戏正在被2万人围观。
找到了，就是他。车队此案月薪5万还叫压榨，哼，笑死！被剥削成这样，我也想被剥削，卖惨翻车了，家人们！家人们，听我解释，那些都是以前的，现在我们真的退！闭嘴！越描越黑。那怎么办？人越来越多了。你们不信是吧？那我说个更莽的，那个姓林的，他不光压榨员工，他还涉嫌违约全额赔偿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那发小昨晚直播翻了个大车，怎么翻的？他老婆开播卖惨，编你克扣工资，恶意拖欠，结果网友翻出他月薪5万的旧视频，弹幕直接反噬。留着那道紧箍咒，就是怕他们行差踏错，把自己也搭进去。这两口子作的本事倒是不小，还要不要继续敲打？不必，让他们自己折腾，社会会教他们做人。那倒也是，他那场直播闹剧，行业圈子传遍了，带头逼宫吞老板订单，谁还敢用？倒是老周和陈小军那边，新车队磨合的怎么样？顺利接手冷艳订单，运转效率比原来高2成。老周带队稳，陈小军执行力强，客户评价全5星。给2人各配1台新车，分红按合伙人级别算。合伙人级别？你这待遇给的够狠！守住底线的人值这个价。有人已经踏上新路，有人还困在废墟里挣扎。信用卡欠12万，网红设备分期还剩8万，保时捷月供1万2。别一笔笔念了，总数多少？扣完这些，遣散费还剩不到2万。平时花了这么多，你少赖我！那辆保时捷谁非要买的？你说要撑场面，那些破玩意儿呢？补光灯、声卡3个镜头，你买几套了？那是投资，我直播赚的钱也往家里交了。交了多少？够你1个月的化妆品钱吗？是不是我一开始就判断错了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那个阴人提前布了局害我。他需要一个敌人，才能撑住最后的体面。你看，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彻底凉了。老公，我们到底怎么办？不就是开车吗？我去别的车队应聘队长，凭我的资历，肯定抢手。8年冷链管理，带过50人的队伍，顶级生鲜订单从调度到交付一手抓。江先生履历很丰富，我们内部评估一下，后续再联系您。行，尽快，我时间紧。3天，3家公司。江队长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同一个答案。这帮 HR 效率够慢的。1周没有1家公司回电话。哟，老姜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？换个环境发展，再看你家公司。哪几家？都在走流程。老姜，认识这么多年，我说句实话，你别恼。什么意思？咱们这行就这么大，你那事儿大家全听说了。哪件事儿？带头逼宫老板，还想吞人家订单，谁敢用你当队长？换你是老板，你敢赌吗？今天你能带人逼前东家，明天会不会带人逼我？那是林凡不地道在先，我带车队拼死拼活，合不合适我先不评，
你简历投出去，对方一了解过往，情况就清楚。老姜，别怪我怕吃，这年头能力很重要，口碑也很关键。你这根命根子断了。说，退烧打到家里来了，网红设备的分期也逾期了，再不还就上门收东西。林凡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江师傅，你这简历确实漂亮。我带过30多人的冷链车队，长途短促都能跑。我知道你，行里都传遍了。老姜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您说，你之前月薪5万，我这儿给你8000，你能干？干2天就要闹事儿的。回去吧，别难为自己，也别难为我。跑短途，市区周边铺送，1个月7000，包邮不包饭。干不干？干。明早5点到，迟到扣200。过渡，这只是过渡。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又是卡全动了，5张卡1张都刷不了。额度怎么全降了？我打客服了，说什么综合评估不通过，额度恢复原始状态。以前随便刷10几万的卡，现在额度2000。这些卡的隐藏额度一直是林凡通过资源人脉暗中照顾的。这些全被退回了，我直播要用的衣服包全没了。别让了，先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1个月7000块，还想什么办法？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行业里没人敢用你，信用卡额度突然全砍，连我直播间流量都没了，你说这是巧合？得罪谁了？不就一个发小老板吗？能有多大本事？就是那个发小，你天天说他没用，说他离了你不行，现在呢，谁离了谁不行？我怎么知道会变成这样？是你当初天天撺掇我说什么当老板娘数钱数到手软。你还怪我？主意是你拿的，投票是你发的，通知是你下的，我跟着你是嫁错了人。听说老周现在开新卡车，100万起步。 100万级的卡车，我倒要亲眼看看。老周，陈小军，这车比我当年管的整个车队都贵。这些客户全跑到这儿来了。 这个霍氏物流到底什么来头？他以为自己曾站在山顶，现在才发现那不过是山脚的一块石头。没听过这话。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就是。 他是京海首富。我得罪的人是这座城市最有分量的人，我要放弃的人是一位身价很高的老板。我算什么东西？井底之蛙抬头看天的那一刻，天塌了。怎么了？ 你女儿的黑历史全网都在传，你们还有脸出门吗？你今天出去一整天，到底查到什么了？你说啊！京海首富林凡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个破老板。100亿，身家100亿。 在直播间骂京海首富是废物，我骂了他几10场。你不是说他只是个小老板吗？你不是说我们拿捏他吗？我怎么知道他藏这么深？他要是首富，扶贫我们干什么？那网上挂我的地名号呢？是不是他的？
磕头！我江涛还没混到那份上，你还要脸？你的脸值100个亿吗？第二天，江涛还是来了。小伙子，找谁？林凡，林先生，他住这儿。林先生，半年前就搬走了，这地方早换主人了。您找他，怕是没那么容易见到了。张哥，帮个忙，约一下林凡，就5分钟，见一面就行。李总，哎，刘局，我江涛啊，你现在说话方便吗？我正开会呢，回头打给你啊。哎，王总，我江涛啊。哎，我正忙着呢，先挂了啊。所有的门都在他面前关上了。当初是我亲手把他赶走的。谁？周哥，是我，江涛。有事儿？周哥，我求你帮我约一下林凡，就一面，我当面跟他把话说清楚。你当初赶我走的时候，可没想着今天。周哥，我知道当初是我混蛋，知道就行了，帮不了你。周哥，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找，我给他磕头都行。队长，林总不是不见你，是没必要见你。他给的那笔遣散费，就是最后的告别。林总当年扶持你，是念旧情，你后来怎么对他，自己心里清楚。那根冰棍是林凡让给他的。江涛，钱花完了，工作没了，都怪你带头，你赔我们工作。江涛，你他妈倒是说句话呀！队长，我闺女下学期学费还没着落，你得给个说法。当初谁拍胸脯说踢开林凡咱们吃肉？肉呢？彪哥，先别急，我不急，我跑了10家公司，没一个敢要我，都说我是那个带头闹事的车队出来的。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？我判断错了，林凡根本不是咱们以为的那种小老板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京海首富，身价100亿。咱们想拿捏的那个人，跟咱们压根不在一个世界。你吓唬谁呢？京海首富，他怎么可能来开车队？队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自己看，这 P 的吧？不信，你自己去查。3个人查了整整2个小时。100亿，完了！那笔遣散费，他根本不是认怂，是打发咱们。查了，你说的对。我那笔遣散费拿去投虚拟币，全赔光了，闺女学费没了，房贷3个月没还，银行天天催，老婆带孩子回娘家了。我每天跑网约车14个小时，挣不到以前1天0。那笔遣散费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，咱们还嫌少，还觉得是买路钱。对不住。别说这3个字儿，说1万遍换不回来。江队，我们以后各走各的，再也不要联系了。你那发小最近日子不好过，跟着他闹的司机全散了，
最后几个昨天上门讨说法也走干净了。他老婆的直播彻底凉透，夫妻俩天天吵，遣散费扣完贷款见底了。怎么着？一句话没有？方哥，我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，要不要再放他们一马？好歹当年也是发小。不是不放过，那是他们要走的路，得自己走完。遣散费1分没少，合同义务全部结清，最后的体面我给过了。这人该狠的地方比谁都狠，该讲究的地方比谁都讲究。同一笔遣散费，有人拿去还了债，有人拿去追了梦，有人拿去炒了币，路是自己选的。老周那边跑得怎么样？你还别说，这老头是块宝。3个月，冷链板块准时率拉到99.6%，甲方指明点他们跑。收入呢？老周个人年入破100万，陈小军也独当一面了。当初被踢出群那2位，反倒活得最敞亮。不是反倒，是本该如此。老周和陈小军，我要重用。什么章程？以他们2个为核心，组一支全新车队，全国招募退伍军人，挂霍氏物流名下，做子品牌。退伍兵名字叫诚信冷链车队，主打2个字：靠谱。好家伙，你这是给整个行业树标杆。关照要有分寸，情义更要有原则。下一步，让所有人看见什么叫真正值得被温柔以待的人。半年后，诚信冷链车队正式挂牌。我跑了30年车，风餐露宿大半辈子，见过抢活的、赖账的、翻脸不认人的，但我没见过一个老板被自己人捅了刀子，还把最后一笔账结得干干净净。林总跟我说过4个字：恩怨分明。这4个字，老周认一辈子。林总，有件事我憋了半年，一直想问你。当初江涛带头闹成那样，您手里什么证据都有，为什么不当场揭穿他？他一时未必能接受，让他先自己经历一次，才会真正明白。林总，谢谢您当年的帮助，没那笔钱，我老周到现在还只能在临街修车厂给人修旧车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守住了原则。这个车队往后就是行业的标杆，招人只认2样：守信用的、有担当的。记住了。什么事儿？你今天什么时候回？我妈住院了。爸，我妈怎么？好女婿啊，把我女儿带成这样。爸，我亲戚背后戳脊梁骨，说我闺女嫁了个笑话。他妈听了半年闲话，心脏病犯了。你当初拍胸脯说带雅婷过好日子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叫好日子？出去，别在这碍眼。雅婷，妈的病你别太……江涛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因为没钱，是我终于明白了，很多事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容易。你说会带我把日子过好，计划却停了。你说有办法重新开始，可一路都不顺。我跟着你丢了粉丝，丢了脸面，现在连我妈都搭进去了。我不怪你穷，我怪你到今天还不肯认，你当初就是错了。年轻人跌倒不可怕，
可怕的是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跌倒。冰箱里有馒头，自己热。那年冬天，林凡每次都把卖得多的钱分给他。你把钱给我，自己饿着肚子回家。凡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说什么都晚了。回不回都行。那是他们一起卖红薯的村口。张哥，今天下午的活我跑不了，请个假。还记得咱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开个小车队，跑遍全国。然后呢？梦想实现了，他却没能留住。我当年拿出积蓄支持你组建车队，不是因为你最有本事，是因为咱们是兄弟。可兄弟之间最怕的就是把恩情当成理所当然。凡子，我错了啦！我鬼迷心窍，以为自己天下第一，以为没我你什么都不是，我他妈是个畜生！起来！我不要你下跪，我要你明白，做人得有底线。这次见面，是咱们最后一次以发小的身份相见。以后的路，你自己走。向苏亚婷转账6500元，备注家用。从村口回来后，江涛再没提过林凡，再没提过车队。那个香奈儿挂了3天，今天有人出价了，能回2000多。你最近话越来越少了。没啥好说的，跑车就是了。这玩意儿当初花了18000，现在卖3500。亏就亏了，往前看。自家蜂蜜滞销，手工辣酱没销路，有货没渠道。帮人卖东西，不用炫，不用编。我以前做过直播，能帮忙带货，不收坑位费，卖出去再分成。真的吗？我家土特产愁死了，你能帮忙吗？家人们，今天不卖别的，就是村口张阿姨家的土蜂蜜。有人买了，真有人买了，买了，阿姨卖出去了，拿着拿着。
拿着。不用，阿姨。12单300多块，是苏雅婷这辈子挣的最踏实的钱。老公，我今天帮村口张阿姨卖蜂蜜，卖了12单。原来踏实卖东西，也有人买。这才对。老姜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公司撑不下去了，月底解散。这个月工资我结清。对不住了，兄弟。老板，有没有短工？搬货、装卸都行。你这细胳膊扛得动冷库里50斤一箱的货？试试就知道。还行，不像是混日子的。明天还来不来？来。连着3天，江涛天不亮就到，天黑才收工。小伙子干活挺利索，以前跑过车？跑过，冷链线路。我这边有条固定短线，每周3趟，需要个靠谱的小车主，长期合作。你要是有车，活给你。我去想办法。这辆首付多少？重新来。绕不过去的，总得面对。谢谢。好好干。家人们，这是王阿姨手工晒的，没添加剂，咬一口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一拍还真是。今天卖的咋样？比上周多3成。踏实干，比啥都强。老公，王阿姨跟我说，镇上合作社一大批扶贫农货滞销，再卖不出去全烂仓库里。你想帮忙？量太大，光我这点粉丝吃不下。小松，这批货再过半个月就过最佳期了，乡亲们一整年的辛苦全搁这儿。李叔，我来想办法。当年我骂过他，挤兑过他，现在开口求他，我拿什么脸？哪位？周嫂，是我苏雅婷。有事说事儿。周嫂，当年的事儿是我混账，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。那你打这电话干嘛？我求你帮个忙，不是帮我，是帮镇上的乡亲。这些东西卖不掉就全废了，一整年白干。我直播间人不够，想求你帮忙在朋友圈转一下。你现在是真在帮他们卖货？没加价，没抽成，1分钱不赚，就是帮忙吆喝。行，我转。丑话说前头，你敢拿这事儿炒作自己，我第一个举报你。谢谢周嫂。家人们，今天这批货不一样，是山里老乡自己养的土蜂蜜。周导推荐来的，支持朱总，直接下单。谢谢大家，这都是乡亲们1年的心血，每一单我替他们鞠躬了。3个小时全部收起。小苏，全卖完了，乡亲们让我谢谢你。踏踏实实做事儿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
守住分寸，前路自有光。又看呐，昨晚那笔匿名打赏，手法跟当年扶贫一模一样。不是帮他，是看他有没有真的变。数据摆着呢，复购4成，全是回头客。高调展示生活的视频也都整理下架了。坐，有正事。这个项目筹备半年了，全国性的，专门盯小货运从业者，有真本事、肯吃苦、合法经营、守规矩的小车主，给启动资金，给资源对接，筛选条件够硬，纳税记录、客户评分、运营时长、信用评级，全系统自动跑。人为干预太多就变味儿了，规则说了算。执行我来盯，什么时候启动？下周，初筛名单先跑一轮。你看这个，系统自动跑出来的，各项指标都卡在线上，但这人嘛，我拿不准。手动剔除的话，一句话的事儿。按流程来。你确定？这个人以前不特殊照顾，也不额外设限。他要是真改了，靠自己本事入围，没改，自然会被刷下去。规则面前，恩怨退场。返乡创业扶持计划初筛通过通知。还没报？这计划背后8成是他，是又怎样？万一他是故意看我笑话呢？你扛200斤货的时候没怕丢人，蹲货式物流权卸车的时候没怕丢人，报个名你倒怕了。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，去试试。3天后，初筛面试。一辆二手箱货客户不到20家，凭什么申请扶持？17家客户，每一家我亲自跑的，没丢过一单货，没迟过一次。车队3年规划10辆车的目标，利润预估很保守。不是保守，是我只写做得到的。吹大的牛，我以前吹够了。回去等通知。1周后，第2轮。坐。第一个问题，怎么理解信用？信用就是别人把货交给你，晚上能睡着觉。第2个，怎么理解团队？以前我觉得团队就是一帮人听我指挥，我说往哪冲就往哪冲。后来我明白了，那不叫团队，叫绑架。说说你这2年。2年前，我带头逼宫，想把恩人踢开，把订单全吞了。结果公司没了，车没了，单没了，连名声都烂透，月薪从5万掉到7000，扛过包，跑过短途，老婆差点离了。我不怪谁，是我自己把人家的恩情当成理所应当，把兄弟的信任当成可以踩的台阶。这2年我就学会了2个字儿：踏实。货一趟一趟跑，信任一单一单攒，没有捷径，也不该有捷径。面试结束，回去等通知。当年我赶走的人，如今坐在那把椅子上。面试结束第3天，没有电话，没有消息。王姨，别紧张，就跟在集市上吆喝一样。我这老脸往镜头前一吐，谁买呀？您那辣酱我吃过，舌头辣麻了还想舔碗。您就照实说，怎么做的？放了几斤辣椒，比我编的词儿管用10倍。
喂，您说我通过了，条件我都接受，承诺书随时签。雅婷，我过了。江先生，条款您仔细看，违约赔偿是启动资金的3倍，包括但不限于虚报经营数据、恶意拖欠合作方款项、侵占公共资源。需要请律师过目吗？很多人会。不用。这次砸了，我认。从1辆车到3辆，他把每一分启动资金掰成2半花。江涛，你找我们干嘛？又要画大饼？这次没有大饼。 3辆车全是正规按揭，跑中卷图货运，有多少活接多少单。工资呢？起步6000，跑一单算一单提成，月底结清。才6000不多，比不上当年那5万，但这6000每一分干净。你凭什么让我信你？上回跟你干，落了个行业黑名单。我不让你信我，你信这张合同，白纸黑字，拖1天工资你去告我。 先干3个月，不行我走。这次我们不当主人，我们就是司机。队长，跟你干。队长，王哥来了，说有事找你。王哥，您怎么亲自跑一趟？ 老姜，上个月那3趟冷链你给我跑得漂亮，时间准，货没损耗。我那边仓库主管点名夸你们。应该的，活接了就得干利索。我想跟你签个半年的长期协议，每月固定8趟，价格按市场价走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我回去核一下运力，明天给您准信儿。别跟我客气，就冲你们这踏实劲儿，我信得过。 队长，这单子稳了啊！稳什么稳？回去把明天那趟货的路线再核一遍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写的挺像回事儿。他们采访的时候，我差点没绷住。记者问我以前干什么的，我全说了。说了好，藏着掖着才丢人。 老姜，我今天还接到3个合作社的电话，都想让我帮他们卖山货。那你就好好卖，别贪多，一家一家来。 2个曾经最急功近利的人，开始学着把日子过慢。瘦了，跑车晒的，不碍事儿。 嘴上不说，心里惦记。你妈天天念叨你们，爸，我让您和阿姨受委屈了。你这小子总算长大了。进去看你妈吧，别让她等。小涛来了，坐。妈。 感觉好点没？好多了，就是闷得慌，想回家。老伴儿，你就少操点心儿，好好养病。妈，我炖了排骨汤，趁热喝。一家人平平淡淡就好。以后我们就这样，不羡慕谁，不眼红谁。 哪位？多少吨？送哪儿？接，4小时内出发。大彪、老李，都起来，紧急单！队长，大半夜的，什么活这么急？
一批医疗冷链物资跨城运输800公里，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到。800公里，这时间也太紧了。钱不多，活很赶，不想跑的现在可以说。废什么话，走！凌晨3点，车队已连续行驶4个小时。队长，雨太大了，前面路段有积水预警。全体注意，前方积水路段不走，绕行 G228 省道，多跑1小时，但安全。队长，绕路的话时间够吗？我算过，够。车上是救命的东西，出任何闪失我们都担不起，全体跟紧，不许超速。你们真到了！昨晚那场暴雨，我们都以为你们要延误，绕了段路，但东西一件没少，温度全程达标。兄弟，你们这次帮了大忙。以后我们公司所有紧急冷链单，就认你们车队。队长，这单咱没赚几个钱，油费和绕路成本一扣，估计白干。但我心里踏实，比以前赚大钱的时候踏实。这才叫干事业。队长，我跑车6年，头一回觉得这活干得值。冷链运输行业在现代物流体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下面有请诚信冷链车队代表老周上台领奖。总有一天，我也要让我的车队配得上诚信2个字。队长，咱真能进去？这厂子里全是大老板吧？人家发了函，咱就堂堂正正进，少说话，多听。队长，我有点紧张。紧张就对了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才不会再犯浑。队长，你还真记笔记啊？闭嘴，听讲。诚信冷链，信任是物流行业最昂贵的资产。2年前，他亲手砸碎过这2个字。走，喝杯茶去。队长，那是不是？别过去。这2位自打村口那次之后，快1年没碰面了吧？看着吧。听说你最近车队做得不错，还在学着做人做事。从最后一排听到现在，还记笔记。以前不懂的东西太多，得补。你那杯凉了。凡子，我配不上你这杯茶。不用证明给我看，证明给你自己看就行。偏爱里守住分寸是稀缺的，犯错后愿意承认并改正更稀缺。怎么了？跑车累着啦？雅婷，我今天在峰会上见到林凡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不用证明给他看，证明给自己看就行。我也想见林总一面，亲口道歉。他不一定愿意见你。不是为了让他原谅，是我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。当年我在直播间骂他那些话，每一句我都记得。我不把这个结解了，这辈子都活不踏实。嫂子，我来求您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想见林总一面，当面跟他道歉，您能不能帮我传句话？
你当初骂我老周穷酸废物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客气。嫂子，那些话是我欠您的，对不起。话我帮你带到，见不见人家说了算。老周媳妇传的话，江涛那口子想当面给你磕一，你见不见？不必当面，那怎么回？让他把当年直播间那些视频亲手删干净，一条不留。那就是最好的道歉。行，我让老周媳妇转过去。你这人收拾人狠，放过人也利索。3天，他把过去2年的自己一刀一刀剜出来。你好，我是苏雅婷，就是之前在直播间骂过你的那个人。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你认真的？删完了，全删了。麻烦嫂子帮我转交给林总。这一页翻过去了。队长，行业协会寄来的挂号件。啥好事儿？行业协会的新人培训班让我去讲课。队长，这是露脸的好事儿啊！队长，我再想想。那封信你翻了一晚上了，纸都快搓烂了。我上去讲什么？讲我怎么带头逼宫把车队搞散的？你怕被人翻旧账？台下全是新入行的年轻司机，万一有人认出我，当场问一句：“你不就是那个带头闹事的江涛吗？”江涛，你不去讲，就还是在逃。我不是逃，你的故事正好能警醒那些新人，别走你的老路。你敢当着几百号司机的面逼宫老板，不敢当着几十个新人说句实话？去，这是江涛第一次站在台上，不是煽动，是坦白。我叫江涛，今天站在这儿，不是来教你们怎么跑车的。2年前，我月薪5万，管着一整支冷链车队，然后我亲手把它全毁了。我看到了订单利润表，眼红了。我觉得老板坐享其成，我们出生入死。我带着全体司机罢工、逼宫，要股份，要订单。我把2个说公道话的老兄弟踢出车队，把所有不同意的声音全掐死。结果呢，公司注销，卡车收走，订单全没。我拿着遣散费，还以为自己赢了。其实那是人家最后的体面。我不知道我老板是什么人，我也不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当年端着他给的饭碗砸了他的锅。后来我从搬运工干起，按揭买了一辆2手货车。我重新学会了一个字儿：信。守信，对客户守信，对兄弟守信，对自己守信。你们刚入行，路还长，别觉得自己跑了几趟车就能当家做主，别觉得老板赚的比你多就是吸你的血。这行靠的是信用，不是拳头。说的真好。讲得不错，都看清楚，跨省冷验分包项目，甲方是诚信冷验车队。老周的队伍，他们肯把单子分给咱？不是分给咱，是公开竞标，咱报价合理，履约记录干净，人家选的是数据。队长，这可是咱成立以来最大的单子，所以丑话说前头，这一单所有流程严格按合同走，谁也不许耍小聪明，谁也不许在老周面前摆老交情。这次我们是供应商，不是别的。3号线路的温控记录有15分钟空档，补上。明白。今晚之前补图交给你。装车顺序按我发的清单来，别自作主张改。
按你的来。走，补记录去。队长，他对咱也太……活干漂亮比什么都管用，少说话，多干事儿。队长，3号线老刘撂挑子了，说雨太大不跑了，人已经开车回家了。货到哪儿了？服务区，冷链没断，但再停4个小时，稳困就扛不住。把定位发我去接。队长，你已经跑了1整天了。我跑2天也死不了，货毁了这单就废了。定位，现在发。暴雨，48小时，1个人2辆车的活。3号线中途出了岔子，临时换人，48小时没断过档，靠谱，可以长期合作。队长，你回来了。谢了。这一单的意义不只是钱，是我们终于堂堂正正立起来了。跟队长干，踏实！江涛的车队刚堂堂正正立起来，苏雅婷这边也等到了属于她的那束光。下一位获奖者，乡土发展杰出奖，苏雅婷。谢谢大家。说实话，站在这儿，我心里不踏实。2年前，我还是那种举着补光灯、踩着高跟鞋在泥巴地里喊家人们买它的人。我走过很大的弯路。我曾经觉得流量就是一切，炫富就是本事。后来命运狠狠教训了我，粉丝没了，体面没了，差点连家都没了。再后来，我帮村口卖土特产的阿姨开了第1场直播，那天只卖了300块钱，但那是我这辈子赚的最踏实的300块。谢谢那些教训，让我学会做一个真实的人。讲得好，比我强多了。少贫。苏女士，冒昧了，乡土优选公益助农平台，我姓方。刚才您的发言我全程在听，我们平台正在找合伙人，把助农直播的影响力做到全省。方总，您是认真的？我们调研过苏女士的数据和口碑，非常契合，细节可以另约时间详谈。方总，谢谢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行了，别哭，丢人。谁哭了？恭喜未来的公益合伙人。八字没撇呢，别瞎吹。照这势头，以后你比我有出息。别说这种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起走。一起走。感谢曾经狠狠教训过我们的命运，让我们学会做一个真实的人。今天叫你们来一件事儿，这个基金专门资助从跟头里爬起来的中小创业者。资助标准呢？2条：第一，真摔过跟头；第二，真爬起来了。不是给钱让人躺着，是给已经站起来的人搭一把手，让真正改过的人有第2次机会，让坚守的人得到加倍回报。这就是这个基金唯一的筛选逻辑。规则在人前面，过得了规则的，不管他叫什么名字，一视同仁。但规则再好，也得有人把关。这个基金的评审顾问，我要你们2个来担。林总，我们就是跑车的老粗人，评审这种事儿，在外头奔波闯荡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性格沉稳，目标始终如一，这份坚守初心的信念，我也是自愧不如。当年被踢出群的时候，你说了一句话，是谁先背叛了出资养我们3年的人？说这话的人配给别人把关。林总，我接。我也接。干不好，您随时换人。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。守住本心，坚守原则，终得他人真心认可。基金评审制度，你这是要给整个行业立规矩？不是立规矩，是把分寸2个字
刻进这个行业的骨头里。这个基金不是慈善，是制度，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什么样的人值得被支持。2年后，物流行业年会，下一个奖项年度成长最快小型车队，获奖者江涛车队。紧接着，年度乡村振兴典范，获奖者苏雅婷助农直播平台。2年前，我以为我懂这个世界，我觉得自己天下第一，谁都欠我的。后来，我把所有的人脉砸了，把所有的信任毁了，把最不该伤的人伤了个遍。2年后，我才明白，世界从来不是我以为的样子。感谢那些狠狠教过我做人的人，他们没有毁掉我，是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我想补一句，我们走过弯路的人站在这里，不是来炫耀翻身的，是来提醒自己，别再走回头路。偏爱里守住分寸的人，最终都得到了自己的人生。恩情不必强求归还，做人始终要有底线。